嗨，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喺大選前呢，避險情緒呢引發多項指數下跌，但係呢，我要改口，黃金呢升至4萬美元，白銀呢升至1000美元添。究竟係咩原因呢？仲有唔知呢集會唔會創最新嘅觀看紀錄呢？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2024年11.1期嘅金銀周報。好多網友咧經常問可唔可以買黃金、白銀嘅礦股？有啲網友咧問點解最近黃金上升而金礦股咧冇升到？確實如此嘅，礦業股喺過去期貨市場中咧創造咗傳奇嘅回報，有10倍、20倍甚至100倍嘅收益故事，吸引咗好多尋求更大收益嘅投資者。而呢啲潛在彩票面臨住複雜嘅挑戰嘅，可能會咧迅速侵蝕嘅利潤，包括有營運嘅成本啦、勞動力、能源同埋設備支出增加侵蝕咗個利潤嘅，監管嘅保障、更嚴格嘅環境法規同埋複雜嘅許可流程、地理嘅風險啦、礦區嘅政治不穩定同埋不同嘅法規，跟住就係管理嘅挑戰。公司嘅決策咧可能會帶嚟回報，亦都可能咧破壞呢個回報嘅。地質不確定性，每個礦場咧都面臨獨大開採嘅挑戰嘅。槓桿風險。操作槓桿雖然可以放大收益，但亦都會放大呢個損失嘅。以上分析呢係我唔買呢個黃金白銀礦股嘅原因。對於希望利用黃金白銀強勁嘅勢頭嘅投資者嚟講呢，實金同埋實銀呢係提供最純粹、最安全嘅投資形式，係冇礦業股操作嘅風險同埋波動性。美國勞工部禮拜二報告稱，9月職位空缺嘅數量咧，從8月嘅790萬個降至740萬個。上個月美國職位空缺咧跌至2021年1月以嚟咧最低嘅水平，顯示勞動市場咧正在失去一啲動力。但俗稱小飛龍美國 ADP 私人企業就業職位咧喺10月咧急增至23萬3000個，較市場預期嘅11萬5000個高出1倍。截至10月19號當週，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咧按週減少26000人，總數咧係降至186萬2000人，低於預期嘅189萬人。聯儲局首選嘅通脹指標，剔除食品能源後嘅美國核心個人消費支出 PCE 物價指數喺9月按年升幅加快至 0.3%， 較8月高出 0.2個百分點，符合預期嘅。按年計算，9月核心嘅 PCE 增長 2.7%， 升幅同8月持平，但略高於分析員嘅預期。外界普遍預期咧11月同埋12月咧均減息 0.25 厘㗎啦。諮商所 FedWatch 工具反映出11月只有大約 3.6% 嘅機會咧不會減息。喺大選前咧，避險情緒引發多項指數下跌，資金流入美元，美匯指數跌 0.02， 報 104.3， 道指跌62點，報 42,052 點，標指跌80點，報 5,728 點，納指跌279點，報 18,239 點，黃金跌12美元，報 2,736 美元，白銀跌 1.26 美元，報 32.51 美元。美國大選呢就即將來臨，我並不關心邊個入主白宮，但我確實預期呢黃金白銀呢會出現一啲波動嘅不確定嘅結果，或者更糟糕就係有爭議嘅結果，可能會帶俾市場呢衝擊波。由於市場呢係討厭不確定性嘅，到時股市會大幅下跌，黃金白銀呢亦會有更深嘅回調嘅。不過咧，我打算繼續持有我實體嘅金屬嘅。我相信貴金屬咧仲有進一步上進嘅空間嘅。但如果未來幾個禮拜我哋喺兩個方向上咧出現重大嘅走勢，請不要感到驚訝。我一直咧都相信基本經濟理論嘅分析嘅。我選擇採取長期嘅策略，只購買實體黃金同埋白銀，然後放佢哋喺櫃桶或者保險箱，隨住波動性咧飆升。至於黃金咧，趨勢依然係強勁
嘅。如果跌至2619至2600美元嘅話咧，即係10月10號嘅低點，呢個表明咧趨勢將轉向下行喎。但我認為咧2800同埋2850咧係一個大阻力位嚟嘅。如果升穿2850咧，下一個目標咧係2950噶啦。喺呢個如此良好運行之後咧，我預計今年咧有機會突破3000美元添。白銀上漲嘅趨勢咧亦依然強勁，32.5美元咧係重要嘅支持位。如果跌穿32.5美元嘅話咧，先至係趨勢正常轉向下嘅警告。喺呢個之前咧，我仍然將目光投向下一步36至37美元嘅白銀。我預計白銀今年咧有機會突破45美元。首先咧，要多謝喺10.4期俾我約1100個點讚嘅朋友。我希望呢集咧可以有1500個點讚喎。請大家支持，你嘅支持咧係俾我做篇好大嘅動力嚟嘅。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俾我點讚，同埋按下鐘仔。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睇下巴菲特指標先。巴菲特本人稱之為可能喺任何特定嘅時刻衡量估值水平最佳一指標。最近係歷史上咧首次超過200%。網絡泡沫爆破之前咧，該指標係達到195%峰值嘅。喺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咧，呢個指標咧係達到183%。今日咧係超過200% 嘅讀數喎，標誌住咧前所未有嘅領域。一啲分析師認為咧，全球收入流同埋呢個不斷變化嘅公司嘅結構等現代因素咧，可能會影響該指標嘅準確性。根據歷史，當該指標達到極端嘅水平時間咧，通常會出現重大嘅市場調整嘅。與此同時，黃金版咧因驚人上升嘅走勢而成為頭條新聞嘅。但係唔知道今次巴菲特指標是否同其他指標一樣咁失靈喎？喺8.5期咧，我講過啦，好多重要嘅經濟衰退指標都失靈喎。我將呢集嘅連結放喺圖中嘅右上角，歡迎大家去睇下。And it's only a really big deal we have stagflation, i.e. a recession with inflation. 摩根大通 CEO 戴蒙喺禮拜二紐約舉行嘅美國銀行家協會年會上表示，儘管最近人們咧更有信心通脹咧正在脫離高位，佢唔認為我哋已經咧走出困境喎。投資者咧正在將注意力轉向經濟成長放緩嘅跡象。最近數據顯示，聯儲局實現2% 通脹目標過程中，價格壓力咧越嚟越大。但就業同埋製造業嘅報告咧顯示出一啲疲軟嘅跡象。戴蒙擔心即將出現一系列嘅通脹力量，例如赤字增加同埋基礎設施支出增加，將繼續對營受高利率影響嘅經濟造成壓力。佢唔排除咧滯脹嘅可能性。佢話最糟糕嘅結果就係滯脹，到時經濟衰退同埋通脹咧上升。滯脹咧係3個負面因素結合嘅，就係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高同埋物價上漲同時出現喎。喺呢個中東局勢緊張以及交易員展望美國總統大選嘅背景之下咧，金價將漲勢擴大至歷史新高。根據彭博社報導，金價上漲突破咗2700美元關口。星期三亞洲早上，黃金創新高報2780美元。分析師將其歸因於周圍不確定性嘅避險需求。未來2週咧將發生好多可能為金價帶來波動嘅事件。接住落嚟咧係美國大選。隨後咧，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嘅決定咧，同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嘅演講，呢個都係影響市場黃金版嘅重要大事。自從聯儲局上次會議緊急降息50個基點以嚟咧，呢項措施似乎咧為黃金版帶來另一個神話般嘅順風喎。上圖係短期黃金嘅圖表，目前咧正在形成上升三角形，短期目標價為2810美元。喺未來6個月咧，估計黃金價約為3300美元。白銀往往係黃金大幅上漲嘅其後表現最佳嘅，無疑表明白銀正在開始大幅上漲。如果金價飆升至3300美元呢，咁白銀還能走多高？左上圖顯示白銀短期目標係38美元。分析師指出，應關注實際睇漲嘅因素，因為白銀資源咧減少，將迫使價格上漲嘅。上月中咧，白銀短暫觸及每盎司35美元嘅12年高位後咧，白銀價格咧繼續盤整，但越嚟越多分析師預計咧呢種貴金屬仍具有上漲嘅潛力喎。
道瓊斯證券亦都睇好白銀，因為預計聯儲局新一輪寬鬆政策將壓低美債收益率同埋實際嘅收益率，從而削弱美元。道瓊斯證券公司並不是唯一一家對前景持樂觀態度嘅證券公司。根據倫敦金銀市場協會2024年貴金屬會議期間進行一項調查，代表們預計未來6個月白銀價格將達到每盎司45至50美元。儘管好多人認為白銀嘅上漲剛開始，但分析師也敦促投資者謹慎行事，並警告他們預計會出現一啲波動日線圖，上升破70表明白銀可能正在逼近過熱嘅區域。同時，分析師亦都認為銀價回調係買入嘅好機會。喺10點4期播出之後我見到一個十分有趣嘅留言，有網友留言想請教，現時黃金已經2750美元啦，你常常講未入牛市嘅，咁所謂牛市就只係得1300美元嘅水位，個牛市都幾窄喎。咁我回覆就係4000只係有個目標價，市場有睇黃金上5000、8000甚至1萬美元嘅，多謝支持。跟住有網友留言，我一路認為佢定價目標太低，令觀眾冇太大嘅共鳴。你睇睇沈大師話恒指4萬點喺今年有幾大嘅共鳴就知啦。所以佢應該至少把金價銀價推升10倍至少，即係黃金4萬美元，白銀1000美元咁啊嘛，咁先吸引大批人士進場聽佢講啲所謂偉論。佢嘅留言雖然我未有太大嘅共鳴，但引起我會心嘅微笑。其實我喺黃金大約1600美元嘅時間開始講黃金升至4000美元，白銀升至100美元嘅。當時有人笑我傻，但現在睇起上嚟我就唔係好傻啫。市場每日都有大量嘅新嘅資訊，我講過好多次㗎啦。金銀週報只係講我信嘅分析，我仍然相信呢次嘅股災最有可能喺2024年底至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㗎啦。我預計黃金版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版嘅下跌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版就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4000美元，白銀亦都會升上100美元嘅。至於黃金4萬美元，白銀1000美元我當然想見到啦。不過最後都係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最後，如果大家想請我飲咖啡嘅話香港嘅朋友可以掃描左邊嘅匯豐銀行 PayMe 或者掃描右邊嘅支付寶，而海外嘅朋友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com 請我飲咖啡嘅。歡迎大家加入我個 Patreon 成為我嘅會員。如果你仲未訂閱嘅話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